现在真的是一个关键的点，世界的局面变化的非常的快，美国的楼、香港的楼、股票、债券、美元对其他的汇率、日元等等，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都是关键时刻，非常危险。所以呢，做好保护措施，希望在这么重要的一个时候，能够尽我所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参考的意见啊。以色列轰炸了伊朗的大使馆，好多人以为那以色列和伊朗这么远，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我觉得是连锁反应。我们还记得2021年的时候，俄乌战争因为要牵涉到制裁俄罗斯，使得石油的价格上去了，美国也看到有这个打仗的可能的情况下，那如果把所有的关键的生产放在中国，也有这个战略上的一个危机，所以美国在2021年之后也是有系统的要把生产供应链去中国化，撤离中国，有一些生产是跑到了日本，有一些搬到了台湾了。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一个地方打仗，它的影响 ripple effect 涟漪效应可以是非常的强的。现在不光是黄金，石油的价格也上去了，而石油是很多的生产的重大的成本之一，也是运输的成本之一，所以石油的价格上去了，这对经济也会有很大的影响。还有一点，石油上去了，通胀又回来了。小摩的 CEO Jamie Dimon 讲，可能还要加息加到8%。其实我们在1个月前就说可能会不降息了，这一次美联储不降息，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外，而美联储的加息和降息的决定又会影响到汇率和其他国家跟美国的一些经济啊、资金的流动啊等等，这个牵连是很大很大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回去年的10月份，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哈马斯其实很小的，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小事情，其实它之后还有骨牌效应牵连出来到今天的伊朗和以色列。现在这个还没有完，还会延续下去，而延续下去之后，如果我们推算的话，加上俄乌战争的局势，再加上伊朗这边的局势，再加上美国现在在围堵中国，在跟日本啦、菲律宾啦连成了一个围堵的线，明显的针对的中国，不排除到最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到了某一个临界点之后啊，我个人当然是最关心是台海局势，这里也有好多的台湾的朋友，未来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台湾很无辜的被卷入了中美的2个大国中间争老大的那个地位的斗争了啊，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和想法，你有不同的想法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互相交流一下。你想想看，美国要搞中国围堵啦，把晶片不给中国啦，不给你出口啦，中国要搞美国的话，就是针对美元。那美元有什么弱点呢？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它的债务危机天文数字，这个数字背后我没有黄金的，只是在欠债，以债还债，而这个利息又涨上去的话，你根本是无法还债的。好多人有错误的见解，那人民币很安全吗？你拿人民币好吗？我完全没有说过人民币可以取代美元，因为人民币背后是美元，所以我们要明白美元搞垮了，没有一个货币能取代美元，只是黄金、真金白银。那你说全世界不顾黄金啊？没有说全世界的黄金要对2000块盎司的价格来算的。如果黄金到了20万了，如果黄金到了2000万了，那就够黄金来支持背书这些货币了。所以啊，人说如果美元崩溃的话，不是说人民币会上去，大家千万不要再错解了。美元不好，人民币也不好；美元不好，其他的货币政府发的纸钞都不好，也有可能是比特币。但是我 no comment， 我还是相信真正的上帝创造的那个黄金。所以这个黄金是没有人能变西法变出来的，有多少黄金就在那里。所以呢，美元有没有机会崩溃？同样的，中国有没有机会被美国搞垮？现在是有2个国家在搞对方了，以前没有人搞，那可能它美元的寿命可以长一点。现在是美国不断的在搞中国，中国也不是吃素的，那中国怎么搞你呢？唯一一个弱点就是美元了。这次耶伦去中国大陆警告中国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是企业的投资过剩，人家傻，那人家投资的过剩，把东西卖得这么便宜，为什么要跑去中国告诉人家你的产能过剩？不合理。其实它背后真正就是讲，不要搞我美元，你还是买点美债，买美债才是财政部长的工作啊。财政部长就是我要不够钱用了，去哪里找债主借点钱给我？中国的产能过剩关他什么事情？有时候啊，我们不要听人家口头上讲什么，我们要推算为什么跑这么远，跑4天能达到什么工作。那 Ray Dalio 如果你不认识他的话，我简单来讲一下，不是因为他是桥水的老板啦，怎么样啦，对冲基金啦，他呢写了2本书，其中一本书就是Changing Order 世界次序的蝶变。他因为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搭了整个框架，看到一个世界的老大在衰落，有一个老二在兴起，而这个交替当中，过往的英国取代荷兰，美国取代英国，中间都有发生战争，它还有一些小的老二取代老大的例子，中间每一次都有发生战争。那这一次他看到中国在兴起，美国在衰退，所以呢，如果是用这个曲线的话，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第一。美国为什么要针对中国？就是希望把这个老二打下去，使到美国可以继续做老大。这个站在美国人的立场是能理解的，美国尽一切的努力维持老大，让他继续可以印刷美元，全世界消费，可以支持他的财政赤字，而且是维持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民主啦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呢，中国的兴起呢，受到美国的围堵之后呢，可能这个上升的趋势也是减慢了。最主要啊，我觉得为什么要听 Ray Dalio 呢？因为他有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之后，他可能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看宏观的局面最有系统性的框架的一个人。所以如果我们要听意见的话，这到底会不会打仗啦？到底以后中国会不会超越美国啦？可能他是其中一个最有分量的，他所写的东西我都会看的。那他去年10月份讲到，当时以色列跟哈马斯开战的时候，世界大战的概率已经涨到了50%。当时我觉得这么小的一个哈马斯能使到世界大战吗？他的推算啊，不是说看到1就是1，他会看到1变成2， 2变成3， 3变成无穷。我个人觉得，如果你结合俄乌的局面，伊朗现在的局面，再加上可能的台海的局面，这个50%是完全不多的，比较悲观的。当然我们都希望不要打仗啦，其实我们已经享受了全世界4-5年，中国是49年到现在70多年的一个和平时代了啊，和平来之不易，但是呢，打仗也是很正常。但是现在打仗有核子弹，台海一旦打起来，很快就结束了，不一定哦。我们也以为哈马斯会很快结束了，我们也很以为俄罗斯会很快结束了。打仗千万不要轻易的来预测，打仗之后可能就财富重新洗牌了，所以我们要避开，不要做炮灰，要紧密的去看这个局势。好多人说要打仗了，世界大战是不是不投资呢？我们再看看同样的 Ray Dalio， 他说不能不投资，而且是不能不投资中国，不能不投资中概股、港股和 A 股啊。这个是不是大佬的想法跟普通人不一样的？普通人说要打仗了，干嘛还要投资呢？他说这是因为要打仗，正好是买入的时机。他所说的我认同啊。Ray Dalio 告诉你，你可以买其他的地方，但一定要不是有没有投资中国，不是买不买中国，是买多少。我加多一个，还有买哪一个股票，这非常重要。好多人一看就是阿里巴巴能买吗 ？No。腾讯能买吗 ？No。一定要买多少，还有买在哪里，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中概股啊这些港股我们是做了大量的研究，在 GNT 里面我们都是有详细的分享了，有机会到 GNT 来再讲了，好吧？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啊，港股不是买香港的公司，我们一定要把鸡蛋放在跟自己居住的不一样的地方。举个例子啊，我住在香港，那我就最好不要买香港的股票，可能买1个2个，但最好是大部分的资产跟香港没有关系。如果香港经济好，那我已经有楼了，我已经有我的生意了，我已经 OK 了，或者我打工的，我的老板做的 OK 了，我也有工资了。但如果香港不好，经济不好，现在就是经济非常不好，那现在香港的楼也不好了，我的财产很多还在楼里面，还好我的生意也是做全世界的，我也有其他的业务，比如说房地产的业务，或者是一些迷你仓啊、商务中心啊。那香港经济不好，我的生意也受影响。如果我的投资股票也是放在香港的港股的话，那也会不好，那3样东西都不好，那我就糟糕了。所以呢，我建议啊，
台湾的同学或者网友，你们买的话要买一些可能是美国的，可能是中国大陆的业务的那些股票，跟台湾的经济是脱钩的。马来西亚同学一样，不要再买 Topgolf 了啊！马来西亚同学要买一些非马来西亚的公司，新加坡的要买一些非新加坡的公司，大陆的企业在香港上市，那我在买的港股正好现在是因为各种原因，港股现在是很低的，所以呢，作为一个买股票也是跟买东西一样，越便宜越好啊。那整体来说，在香港现在股票有可能是全世界最便宜的股票之一了。同样的股票，相对美股啊，或者是台股啊，新加坡股票，我们也有研究团队里面也有研究这些股票的。相对来说，香港现在股票可能是打了一个6折或者4折，已经是考虑风险了啊，地缘政治啊，美国脱钩啦，这些政治因素考虑了之后，再打了一个6折，那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便宜。当然你要深入的了解，精挑细选，而不是随便买一个阿里巴巴能买吗？现在也有观察阿里巴巴，但是不是我的头10家的首选。今天来个总结，现在世界是处于一个非常危机的时候，我有以下的几点。第一点，真的要很用心的来看世界的局面，因为要逃跑啦，要投资啦，有什么机会啦，现在是关键时刻，千万不要再继续不理不睬的。第二个，在投资的时候，我们放下自己主观的意愿，而是去看大佬们他们是怎么投资的。很多人有主观的意愿，哎，我不喜欢中国大陆了，我不喜欢什么样了，我不喜欢什么样了，不要跟钱有仇恨了。这个世界不是我们主观的意愿可以改变的。我希望不要打仗了，但是要打仗就要打仗，我们要放下主观的意愿和客观的去观察，顺势而行。第三个呢，如果真的世界大战了，有可能大家一半的人口就不在了，所以有什么要好好的享受的，先享受一下。但是呢，剩下的钱也要好好的投资，而这个好好的投资更加重要的就不是买债券了，要把这些剩余的钱，如果做得好的话，要翻个很好的回报。所以10倍股啊 AI 啦，是计算的不同的未来的可能性。如果世界大战了我也死了，那投什么都没用，但是万一我不死，万一不打仗，那就要10倍了。所以呢，我们整个投资的策略都是在因时制宜，在不同的条件。